嗨，大家好，我是葛雷。今天我们要开箱，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的 iPad Mini S7 Pro。当当，它在台湾官网一开卖，我就马上订购了，大概是前1-2天就收到了。以下我简称 iPad Mini S7 Pro 为 iPad Mini 7好了，要不然 iPad Mini S7 Pro 有点太绕舌了。今天我不只会开箱 iPad Mini 7，我还会开箱它的 iPad Mini Smart Folio， 顺便看看里面有什么变。然后接着我还想要开箱一个，我这次想要把 iPad Mini 7作为一个娱乐性用途的Kishi Ultra 一个摇杆，那它这里有 Made for iPhone iPad， 超棒。好，由于我刚刚忘记带了小刀，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挑战开箱所有东西都不用小刀。如果我有中断画面，那一定是我去拿小刀。如果你看到小刀出现，那也一定是我去拿小刀了。好，我们开始开箱。不免俗的时候，要开箱的时候，一定要听听看它的 ASMR。我每次最喜欢的部分，最喜欢的环节来了，机会只有一次，啊不对，2次，因为上下2条。这个清脆的嘶声，我喜欢。顺便跟大家讲，这次我买的是 iPad Mini 7最入门的入门款，因为对我来说，它是要作为一个娱乐性用途居多的一个3C 产品，所以我就觉得容量对我来说似乎没有那么大的必要性，所以我就选择了入门款。毕竟入门款也比较便宜啦，大概1万，我没有记错的话是16900，算是最便宜可以享受到 Apple AI 的产品。好，噔噔噔噔，来咯。现在不行哦，以前会自动滑落哦，现在还要加上人为抖动，卡得比较紧哦。iPad Mini 7，单手可以掌握，很舒服哇！给大家看看，我选的是蓝色，新色吧，这应该是新色。这蓝很浅的蓝，然后似乎有一点点，有一咪咪哈，似乎有1咪咪的，会有一点点绿绿的感觉。我是觉得还蛮好看的，毕竟它是一个之前好像没有出过的新色，我觉得还不错的感觉啊。接着我们来看看里面还有啥。朋友、兄弟姐妹、乡亲父母们，我要哭了！这一次 Apple 的环保做得太好了，他给我了一个应该是20瓦或30瓦的充电头，还给我了一个编织线，这超棒的！我觉得这个很环保好吧，为了环保理念，可能跟苹果有一点点分歧，但我觉得这样很棒。我家里确实有一台 iPad Mini 6，但是那基本上是家人在用的，不是我在用的。那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买 iPad Mini， 其实我一直想买，只是它更新的速度就是比较慢，大概3年才1更，所以我想说，等到它3年1更的时候，我们再来开始看看要不要买 iPad Mini， 很棒，真的很棒，这个最棒。好，不免俗的，我都是想看看它的开机画面。Hola Hello 你好，这种小巧的感觉真棒。我们的 iPad Mini 7就开箱到这里了，接着我们来开箱别的。好，下一个我们来开箱 iPad Mini Smart Folio。其实我之前一直都没有注意到它的保护壳，这里其实还有做一些图示，我觉得还蛮好看的，还不错。听一下我们的 ASMR。我这选的这应该是太空灰的颜色。然后里面，对，就夹了一个纸片，然后啥都没有了，给大家看一下，啥都没有，一片保护壳，然后里面就没有啦。这个就是标准的苹果环保啦。不过说实话，保护壳不过就这样嘛，还能有什么呢？好。快速开箱完毕，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次拿它来作为一个娱乐用途的Kishi Ultra Made for iPhone, iPad, Android。其实这个手把不便宜，那我刚好趁它最近有特价的时候买。它也不用小刀，它这里有做一个胶带撕贴让你撕，很棒，不错。来咯，它的滑动做得比上一个好。它这里有给你几个一些小配件，为了就是让你适合各种不同的产品，包含你可能用 iPhone 啊，或者是
用iPad 之类的都有可能。然后当然还有一些我们不太看的说明书 ，Kish Ultra， 然后跟它的一些我猜应该是对，没错，果然是贴纸，这应该是 Razer 的，对，没错，这是 Razer 的贴纸。然后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键盘都是，或者是按钮，或者是包含它的类比都是比较 Q 弹的类型。因为我昨天才在玩 PS5，所以我可以感受到它这个蛮 Q 弹的，感觉还不错，还不错，真的还不错。这装在上面应该是蛮好玩的。然后它也有附，这里有一个3.5mm 的耳机孔，算是稀有装置。然后这里，因为我们是用 Type-C 连接我们的 iPhone 或 iPad， 那基本上它这里也有给你一个 USB 孔，让你可以一边玩一边充电，挺好的。好了，那我之后再跟大家讲一下感受，因为说真的，我还没有玩，我也不想要先跟大家讲说这个玩起来一定会怎么样，毕竟。我还没有干爹帮忙赞助，如果有干爹的话，我可能现在就会这样开玩笑。好，我们刚刚开箱完我们的 iPad mini 7了。那毕竟本人是一个工程师，那我们就从工程师的角度来聊聊 iPad mini 7的优缺点好了。我们先来讲一些令人不开心的缺点。一般来讲工程师在开发产品的时候都有考虑一些兼容性，而这次在 iPad mini 7的兼容部分有一个非常非常令我不理解的地方，而造成这个分歧点的可能是酷酷吧。酷酷可能割韭菜的能力发挥了。毕竟酷酷是一个专业厨师，那割韭菜不就是个信手拈来的事情，就是还蛮轻松又容易。对，没错，让我最感到意外的就是你从 iPad mini 6升级到 iPad mini 7的话，你原本可以用的 Apple Pencil 就变得不能用了。说实话，这个真心让我无言因为说好的环保呢？如果人家原本就是家里就只有用 iPad mini 6，那他 Apple Pencil 去用了这3年之后，他马上就变成电子垃圾了工作上、职场上常常说一句话，换了个位置就换了个脑袋啊。可是这边怎么会换了个自带的产品就换了个方式呢？这点真的是让我觉得我浑身都是韭菜味。其实我蛮不理解的。我们也希望将来酷酷如果在做新产品的时候，可以想想一下旧产品的兼容性，不要只是割韭菜，偶尔浇花嘛。再来讲讲 iPad mini 7的优点。毫无疑问，它是未来可以使用 Apple AI 最便宜的产品。毕竟17000块价格就摆在那里，它还帮你升级 RAM， 让你未来可以使用 Apple AI 这一边，真的非常香。先不考虑 Apple AI 是不是订阅要付费，但至少它可以使用，那它就是一个蛮有 CP 值的产品。另外，毫无疑问的是 iPad mini 7如果作为一个生产力工具，那真的是有点不足。但是如果你把它定位成一个娱乐工具的话，那它确实是诚意满满的。因为对于工程师来说，效率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效率高很好，即便是娱乐也要能够轻松开局，可以轻松开始玩游戏。所以这次 iPad mini 7我并没有购买新的笔，因为买新的笔的韭菜味实在太浓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买了手把，可以连接在 iPad mini 7的手把，没错，而且它不是蓝牙，它是透过 USB-C 连接的。透过 USB-C 连接有好处，它可以降低延迟，达到一个精准打游戏的概念，不会因为有延迟而有操作失误，俨然化身妥妥的掌机。搭配我有订阅 Apple Arcade。我说它是一个掌机，难道你觉得它不是吗？你敢说不是吗？而且这还是8.3寸，虽然有些微的果冻屏但是对苹果的颜色调教我一向都是相当满意。每次出片的时候，我也会用 iPhone 或用 iPad 去确认一下这个颜色，它的颜色调教，我只能说一句好赞。因此这样搭配起来，作为一个掌机当之无愧啦。还有它也是我认为最强的电子书，不管你是看小说看漫画，它都是一个神器。这个重量跟续航力就是美得很。除此之外，如果要用笔来当笔记，我觉得会显得有点小。如果只是拿在手上当个语义备忘录，想到的时候有想法的时候赶快输入自己的演讲稿或者是一些文章的话，这倒是非常非常的适合，我觉得非常棒。所以我觉得它妥妥的是一个学生语音输入笔记本。以上大概就是我这次 iPad mini 7的认为的优缺点。接着我们来聊聊谁适合换。第一，各位观众，不缺钱的人。当然，如果你不缺钱，想都不用想，换就对了。第二，想再次成为钉子户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iPad mini 6其实它发布完之后也过了3年之后才有更新了 iPad mini 7。
我认为 iPad mini 6可以做到，现在 iPad mini 7的硬体跟 RAM 又升级了，那我相信妥妥的当好定出绝对不是问题。第三，之前没有 iPad mini 7的人，如果你之前都是用 iPad 比较大的 iPad 10寸、11寸或者是12、13寸的，你想要尝试一下轻便的感觉，其实我觉得 iPad mini 7真的是还不错，就是以携带性，这么说好了 ，iPad mini 10寸以上，你可能不见得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会想带它，但是 iPad mini 7这个8.3寸实在是让你可以有理由的把它带出去，非常好携带。所以我觉得之前没有 iPad mini 的人，想要感受一下 iPad mini 的携带性跟它的娱乐性的话，那我觉得也很适合拥有这一次的 iPad mini 7。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哪些人不适合换。我认为只有一类人，毫无疑问的就是那一类人，对。之前拥有 iPad mini 6且买了 Apple Pencil 的人，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大家一定会觉得，为什么我不能换？我也会想换。没有，我就说了，如果你不缺钱，当然可以换。但是为什么我认为 iPad mini 6且又用 Apple Pencil 的人不适合换？因为 Apple Pencil 基本上这次比官网定价大概就要4000多块 ，iPad mini 7我买起来大概就16900，大概就17000。你看一支笔4000块，价格就相当于这台1/4的 iPad mini 了。好，你必须要把这个笔不能用，接着你还要再买一支新的笔，再来个4000块，来回就8000块，那是不是就占了？当然，如果不买笔，就是占了 iPad mini 1/4的成本。如果你又要再买一支笔，那你就基本上你就占了这台 iPad mini1/2的成本。所以我觉得这个的更新代价有点太高了。所以我觉得 iPad mini 6且持有 Apple Pencil 的人，我认为相当的不适合换嘛，因为韭菜味有点太浓。好啦，以上就是这次的开箱与闲聊。喜欢我记得帮我按赞、按订阅、分享，我们就考验算法的卓越啊！我是格雷，我们下次见，拜拜。